欢迎收看第10687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原本计划是给大家做辱华的华这个系列的第2集，但是来不及准备了因为我有点忙在忙着备份 ChatGPT 的聊天记录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明天2月13日 ChatGPT 呢会把 4o 这个模型下架，以后就用不了了，你只能用最新的 5.2。那 4o 这个模型作为一个老模型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语言文字习惯和它的一种语气。你和它聊多了之后呢，你会视它为一个老朋友。因为我在写《徐州之旅》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是跟 4o 这个模型在沟通所以如果明天之后再也见不到它了，再也听不到它了，我会觉得有点失落感觉失去了一个老朋友。怎么备份呢？教大家在这个网页版的 ChatGPT 打开，然后你整个的这个对话框你就直接可以全选然后就 copy 然后打开一个 Word 文档，把它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了，做这么一个工作。虽然你在你的这个 ChatGPT 的账户里这个对话应该也丢不了，但我觉得做一个本地化的备份可能也是应该的，对吧？那么 OK 今天简单聊点事情就是聊聊这2位刘美贤和谷爱凌。先刚才继续说我们平时生活中有时候也会觉得一个人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你觉得他的三观挺正的你也挺相信他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变了我最近也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就不点名了就是曾经来和我做过对话的一位女嘉宾也没有露脸，海外华人。那么原来你觉得他在聊一些女权聊一些这个中美政治话题都挺敢说的三观也挺正的。但是最近呢，你会就突然发现突然就把我取关了也没有发生什么争执那么而且呢，他的很多言论就完全贴合了那些中共在海外的这些所谓的外宣以及呢一些符合中共叙事的一些账号他会频繁的转发，以及他自己的评论也是越来越往那边去靠了。能看出这个蛛丝马迹因为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我特别敏感对于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很多的海外华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性沉默碰到中国或者中共的话题呢就不能聊了不敢聊不说。那这种一般分3种第一种呢，就是一种受迫性的选择性沉默，就比如说家里有人还在国内对吧？有软肋对吧？还有资产没处理等等这种就是自我做一个审查尽量的不去得罪你中共，对吧？我就选择性沉默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功利型的选择性沉默，就是他要跟中国做生意那么当然他也是经常要回中国，是吧？那么你说一些讨好中共的话呢，是有好处的不一定是中共给他好处是他平时做生意里的你的一些华人的合作伙伴你都会有好处，对吧？那么第3种呢，是一种心理逃避型的选择性沉默，就是我就是本能的厌恶政治不想聊关于政治的话题，或者本能的对于中国的这些政治话题觉得也没用我聊了也没用，习得性无助最终就是逃避了，选择性沉默了。那我觉得刚才我说到的这位女嘉宾呢，肯定不是第3种因为她还在滔滔不绝的聊其他的政治话题，对吧？不是这个对于政治厌恶的，那估计就是前2种而且很有可能是第2种因为如果是第1种的话，你不可能突然你有了一个软肋在国内，你之前那个状态一直是延续的，为什么现在产生了一个180度的态度上的大转弯呢？那应该就是有了一些好处有了一些这个功利性质的选择，所以才变成这样。好，不说他了这是个人选择，这个都能理解，无所谓的。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这2位，那其实这是2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是吧？这2位是谁，我就不在这里过多介绍了。谷爱凌这个每4年做一次中国人的这个刘美贤一直是一个
美国人。其实他的父亲叫刘俊国是8964时候的这个异议人士抗议人士，是广州学运的一个领袖。后来呢，就通过这个黄雀行动就是我前2天在频道里上传的那个法国电视台拍的那个纪录片黄雀行动，就是8964之后国外对于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的一个救助行动。他父亲就是因为这个黄雀行动给救出来的，所以就到了美国，那么他就出生就是美国人了。这2位完全选了不同的路径，对吧？那么这谷爱凌就完全是被中共收买了嘛，对吧？那你每4年做一次中国人，每年有这个上千万的训练费就是中共给他补助那么每年还可以签这个上亿元的这个商业广告合同就是代言什么的挣了很多钱。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刘美贤呢，中共也曾经是收买过的曾经收买过的，但是因为他父亲的立场完全的就拒绝了。他在参加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前曾经这个还和美国的 FBI 见过FBI 就说呢，你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得保护你。所以他在去北京参加冬奥会的时候，全程都是有至少2到3个这个美方的人员去陪同的，保护他的。他在那之后呢，选择了退役但是2024年时候又复出了复出。那么这一次这个冬奥会上大放光彩，是吧？我给大家看看，其实这2位还认识曾经有过这个更小的时候有过同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当时的视频，很有意思。你看这旁边就是他父亲刘俊国，小的刘美贤旁边那个是谷爱凌和他母亲都是单亲家庭。他们还在这儿唱歌这我们就不看了回来说呢，就是很多人为什么那么讨厌谷爱凌呢？就是因为一个怎么说呢，太变色龙了，对吧？因为你看他们身披的国旗，是不是这个披着美国国旗，这个披着中国国旗？本身呢，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人呢，你披着国旗为国出战取得好成绩是一个非常自豪的事情。你披着这个国旗，说明你认同它背后的一个价值观，对吧？那么但是呢，这一位呢是要2边披国旗的，那这2边的价值观是很冲突的，所以有人就说他是一个变色龙嘛。但其实他自己本身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应该是 ins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ins， 你看他等于是给这个除非中国人看的，你看他所有的内容里没有任何一条是跟中国有关系的有中国元素的什么都没有完全的是美式的呈现，这是完全是他这个有选择性的去这么做的，对吧？那么这就是大家觉得特别不说一些特别重的词吧挺紊乱的，是不是能理解能理解，这个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一种选择。那当然了，我们可能更喜欢的是这种表里如一的、始终一贯的我不是说左右横跳的这种稳定的价值观的表现我可以看一看他小时候的这个上这个飞轮秀的一段视频特别的可爱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一个结束吧，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也不是说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报应那他心理状态是什么样？之后如果中美冲突更大的时候，那么他会不会有某种崩塌什么？这个我们都不去诅咒人家但是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择，对吧？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在这样的世界里呢，我们也可以去感受更多的这样的美好大家看看。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看多么的美好啊！这样的笑容呢，在他现在的脸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啊，始终如一的。那刚才视频里那么小谷爱凌的那种纯真的表情啊，那可能现在我们就看不到了，他会更扭曲一点，心理上。Anyway 吧，个人的选择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感谢收看、订阅、分享。